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如果说有一个女孩子在你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可以让你牵牵小手，亲亲小嘴，陪你聊聊心事，亲亲小嘴，对可以稍微抱一下的用语，温暖一下互相寂寞的芳心，这也是一件加分的事情，也是一件加分跟好事嘛。对，上帝来了，那上帝来干嘛呢？上帝开始要来审判世界上的所有的死人跟活人。哎呦，所以像你们这些常常犯罪的7月5号那天，你觉得在座谁有可能会下地狱？11点热炒熊高菜，不呛不辣不上桌，哇，真的蓬荜生辉，邀请到我们台湾第一国师，我们唐老师，何德何能可以坐在唐老师旁边？没有啦，我今天不是以老师的身份来，我今天是以女主持候选人的身份。唐老师真的一语成真。很多年前在别的节目，他在告诉我说，摩羯座我只要认真努力专注的话呢，他好像跟我讲是10年的大运哦，而且这句话10年前讲的哦，会不会我明年开始就不好了？不会，所以前10年也过了。不会，你会有第2阶段的高峰。节目主题要进行之前呢，先消费一下唐老师啦，因为这方面全台湾就他说的最准，就帮我们看诊一下摩羯座，因为他们都说7、8月会不好，是真的吗？没有啊，其实今年2025，很多人都觉得不舒服，是因为今年是一个破坏年是一个破坏的年，它就是在破坏很多结构，让全部的东西重新开始。尤其针对4个星座，牡羊、巨蟹、天秤、摩羯。好，糟糕，我们家中2个，我女儿牡羊，我摩羯，这是一个坎呐，这是一个坎。但是你又说后市又看好，后市那会不会该不会因为后面被我们2个人呢？后市就看好了嘛？怎么有自肥的感觉？其实。我的确是一个吉祥物，你可以参考看看。一定的啊，对呀，这就是我们的坎。好啦，今天这个我们热炒战情室又开张了啦。是，对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常常在做？我以为这是个常驻单元呢。没有，其实我没那么爱做这个事，因为我每次做这个单元呢，就代表各出代志啊。所以我们要消费那些出代志的人。对呀，出代志没有做这个单元。哎呀，因为最近话题很多啦包含7月5日世界末日，如果因为我们今天录影，有一种情况是人们没有看过这一集了，那就是世界末日真的发生了。如果现在你们还看到的话，就表示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来宾。对啊，来，好，那我们这一集战情室欢迎美国总统川普，立法院长韩国瑜，阴谋论者小飞。来，我们这边是我们的命理师李希，来我们的资深娱乐记者黄怡文。好，我们权威记者吕文婉媒体人，哇，这样啦。如果现在你们还看到我们在讲话，表示那个预言是失败的嘛？那我们就不着重预言这件事情了哈，我们就着重说7月5号这个预言出现以后呢，发生了一些好笑的、可笑的、愚蠢的不是玉林哥，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可怕，让他觉得非常困扰的地方，是因为这样子7月5号的这个日期跟时间，这个问题是出在于原来前面所有的预言是一个冒牌的容数量，其实呢，他讲的，所以跟正牌的容数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先看一下制作单位这么辛苦准备这个牌子，我们还是要念一下。世界末日近在咫尺，全球恐慌因为一本漫画，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好，其实后来呢，因为呢这一个预言造成了恐慌，对，很多日本的这个应该说观光，它是应该是说20年来前所未有的那个冲击，很多人在取消，很多人就取消嘛，就不敢去玩嘛，就怕说去那边几年花钱代机嘛。好，但是最近呢，真的容数量出来说，哇，已经糟惊啊！你们已经讲得太离谱了。第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讲7月5号几点几分这么准确说会发生所谓的什么海啸，我没有讲过。好，他呢出来辟谣，但是可怕来了，他辟谣其实带来一个更可怕的资讯。他说第一件事情。我没有预言过戴安娜王妃之死，然后呢，重点是我没有讲这个7月份，但是我看到的是穿短袖，所以夏季都有可能，真的夏天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他延长了所有的时间嘛。老师真的就是这样。当然有人质疑说啊，你会不会是因为当初你那个梦见所谓的311大地震的场景，你重复梦的关系？他说没有，我很确定是穿短袖，所以是夏天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现在又延长了嘛。最恐怖的是有泰国的这个所谓的遇见，也有那种灵感的人出来呼应嘛。不得了！前几天有一个人，是日本的高僧，回新闻出来三木大云。这个人是谁？一定要跟大家说，他就是当初精准预测那个安倍晋三被刺杀的高僧。然后他说呢，其实他出来呢呼应榕树亮的原因是他本来呢5月份要跟榕树亮见面，后来一些因素延到6月。当时呢，他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很奇怪。其实那一天是6月2号，他感受到在佛界里面啊，说那叫赤气。他说赤气代表就是会有灾难。赤哪个赤？对，赤就是红色的意思，赤气。他说就是很不好的氛围，不好的那个气场这样。他说如果今年如果没有发生大灾难的话，他就把他的住持的位置他辞去。他就跟你赌就对了，早就想走了吧？所以这些说法让大家真的会很可怕。退休了吧？但是时间延长那么多，就延长对，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老师常说你明天会出事，出什么事？我后天告诉你。这句话学起来。可是这样子讲了，大家会讲啊，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但是有人还是听进去了。知道最近其实呢，我呢知道的，我有个朋友，他们是专门是做露营地的生意，经营露营地，就跟政府标案，然后他们在经营。他呢讲了一个讯息，7月4号到5号全部爆满。你现在想去都不可能，为什么？大家呢就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要。好像跨年，你知道吗？一个仪式感，要一起见证，而且是露天的。对，然后大家就说傻乎嘞，傻乎的，旁边就是河滨。那如果海啸来，不是刚好淹过去？好，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飞往澳洲的机票几乎完售，你要买都很难。因为他们说世界末日，澳洲跟纽西兰是最安全的。太丢，所以你说，如果说以这个现象来讲，大家相信了没？相信。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人。就是玉林哥的好朋友詹维忠，反正呢，任何热闹他都跟得上。没有哦，他大概是半个月前遇到我，他说文婉，我告诉你。我呢，7月5号我一定要飞日本见证末日，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往日本的路上。他讲那么冠冕堂皇，他是要去收租啦，他在那边搞一个民宿嘛。我觉得他是贪便宜，因为那2天的机票特别的便宜。那所以大家其实都很恐慌，然后甚至我还听到有人的朋友是把家产全部卖掉，现在已经到英国去了。最后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榕树亮跟我们刚刚讲三木高僧他的用意是什么？他要讲说，还是要提醒大家要重视灾难，有防灾的意识，要提高警觉。那么要对100年前也要，100年后也都要啊。唐老师有在关注世界末日这个事情？我当然一天到晚被问啊。我后来就很烦，对不对？不会，因为我觉得很合理。以星象来说，今年就是要让大家恐慌的年。像这样的年，就是平常太平没事的时候，就会有很棒的鬼片，大家会去看鬼片，就是大家喜欢被吓一下。那末日就是一个非常丢席会产生的东西。那但是不是光被吓，你要收获什么啊？比如说大家准备避难包。这就是一个收获，就是你开始有危机意识了啊，有安全意识，所以你可能也会开始去注意到生活当中一些，比如说哪些人是你想要好好的跟他在一起的对不对啊？或什么东西是你最重要的资料，不要临走的时候抓的是一本发票之类的。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啊，有备无患，有备了之后，你其实就安心了。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让大家吓一吓也好，这也是居安思危啦。没错，人本来就是要未雨绸缪啊。是啊，对啊。OK 有人在猜地震如果发生，有可能是因为美国打到伊朗的核子设施，造成大爆炸，影响地寒。川普总统你怎么看？因为会炸的就是你去炸的。Yeah, right, yeah. 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炸人家 ？No. 川普总统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们就用圣经来讲，有吗？如果7月5号那天是末日的话，那一天呢，会有天使
来到这世界上吹角，吹号角来告知大家说上帝来了。那上帝来了干嘛呢？上帝开始要来审判世界上的所有的死人跟活人。所以像你们这些常常犯罪的啊，7月5号那天，你觉得在座谁有可能会下地狱？笑得最大声的嘛，我下地狱。所以他们想说，伊朗的那个被核设施被攻击，你再怎么样的这个炸弹呢，不可能打到地心去，让整个地球位移啊，这是不可能。今天地球要位移，你要想想看，它周遭旁边的星座的那些星是跟它有牵引的那个力量，还包括太阳，怎么可能就一个小小的核弹？就把它给炸，这是绝对不可能。而且伊朗核设施还没有变成核子弹，是6235，它现在的浓度是60%，那个至少要到90%才可以成为武器了。我比较想问一个问题。伊朗那边的宗教那个团体说，如果你被抓到的话，要把你剁手剁脚。你有什么？而且还要强割你的包皮啊！没问题，我有私人飞机，他的包皮已经早割过了。你有什么防护措施？我有美国空军1号，我还怕什么？所有的核弹开关都在我飞机上面，我只要手按2下，伊朗就没了，对不对？哇塞，哇，非常狂妄了。那我们请教阴谋论者小飞，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你觉得当中也是有阴谋？不是，当我听到的那个版本的榕树量不是这样的，我听到他梦境是他被关在一个那个牢里面，他在睡觉，后来他去解梦之后，发现那个今年7月5号会发生的是关税大战的问题，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去那个日本的政府，然后去商讨这个问题。他把他梦境写给日本政府。对，说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关税大战。那个日本政府就告诉他说，那唯一能够抵制这个关税大战的这个冲击，就是日币下降。他就想编了一个预言，编了现在这个7月5号预言，让大家恐慌，而且他编得非常的合理，因为他把那个发生地震的地点在鹿儿岛那里本来就是一个地震带，本来就会发生。那边每天都在地震。对，而且最巧合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巧合的是他本来预言是7月5号，那前几天那个川普不是说他的关税的那个日期延展不会延了，那个榕树亮又出来说，我说的预言也不是7月5号哦，也有可能会延哦。对，所以他就是跟着川普的那个在走的，好投机感觉哦。这个事我怎么会不知道？因为你如果知道了他这个货币下降，你就会去抵制它，你就去克制它，所以只有造成天灾人祸，你才不知道啊！你不知道的时候，才可以抵制他们那个日本的经济不会崩盘啊。OK， 这个是阴谋的角度啦。来，我们来请教我们的林夕老师，可以卜卦世界末日这件事情吗？对，针对这个，这其实是一个现象。那我昨天卜了一个卦，这叫火地晋。这个晋卦呢，本身其实是有上阳的意思，火在上。地在下，其实它是协调的，等于是说我大地是被阳光照射的，所以其实这个卦来说是吉卦，也代表着说，如果这个卦是地在上，火在下，就有可能有颠覆的那个意思，对，天翻地覆，所以这个有晋升，但是晋升来说，火跟地其实也代表火灾。跟地壳、土地干燥，所以其实火地晋这个卦也代表，就是说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火爆的脾气。其实先不要讲末日啦，也不要讲地震，地震本来就是都会有，但是这个晋有快速上扬的那个意思。所以有没有一点像战争？战争也算，火爆的脾气啦，弄厉害，不管怎么样，其实是好卦啦。但是因为我有跟同行我的同行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算命工具型命理界的，他们都说没有一个什么灾难是可以被明确的，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去算出来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时间，而且是尤其是自然现象，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卦的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学派的，比较讲那种什么能量潜意识的。他们是说从它发生到现在，其实本来大家不知道，那后来越多人知道呢，其实大家给予祝福的能量大过于担忧的，所以等于被盖台了。就是这个负能量被盖台、被改变了，改变了，对，所以就改变了。对。但我相信都会好。
对，身心灵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一定要往前看啊。对你破坏了是为了以后更好。对。来，我们看看第2条新闻来，怡文。好，我们要来看第2条新闻，我们的当事人就在我们的现场。大罢免如火如荼，韩国瑜院长不保，是不是真的会不保？不是说投就是同意，对，他有投也可以同意跟投反对，都要去投，都要去，对，这是一种地震。对，这也是一种人事地震。那现在大家讨论的是说，那万一啦，我们没有立场。如果这个蓝营的立委真的被罢免的挺多的，那这个局势上，我们的立法院长会不会不保呢？是因为会变成绿营的民意代表会比蓝白加起来还多了。对，那这个时候呢，院长重新选举的话呢，韩国瑜院长就别干了。对，会不会因此修法，就说比较低的门槛就可以选出院长？那我们院长是不是一样跟这个高雄市长任期一样没做满就给下来嘞？院长好，院长来回应这件事情，是你的宿命吗？对啊，来，希望这不是我的宿命，院长跟我们是我的宿便就好。其实呢，我在当院长的时候，我每天看着民进党的立委每天高喊挥虎的旗帜大罢免大成功。其实呢，我本人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对我感觉上他们就跟小学生背背包一样，可悲啊！我当然非常赞同也非常的尊重我们每一位行使这个公民的权利，这个罢免。但是我觉得过犹不及。对，你怎么可以耍赖？无赖总统对不对？对，那你只要选你讲的我是以韩院长的身份表明选完就选完了，还要补考。对，还要补考你就是考试不及格，你用考的方式你就得40分，你硬要让自己透过罢免的方式考到赢，达到60分，还是老话一句，可怜啊！王一文来反击，罢免代表，这有料，好不好？希望院长大展宏图，好吧？观众都点头，有料。有料。你要恳求川普总统对你的支持。对，川普总统，我在选的时候特别有说，为了中华民国不惜粉身碎骨，所以希望让我们中华民国国运昌隆。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基本上我是不涉入他国的政治问题了，不干涉内政。对，我相信你们的那个军火多买一些，武器多买一些，或许还有一些空间可以谈的。这叫花钱啊。Right，yeah。怎么样，韩院长？军火这个事情不是你管辖的范围。不是我管，我只管立法，我还有管我头上的头发。这个是行政跟我们总统的责任。来，这个要请教一下唐老师啊。对呀，他今天明明是主持人，他一直要担任专家的角色。对。你要问我要投什么？没有那个吓死这个罢免案。其实我觉得风向年在占星学里面，风向年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其实就是人跟人，政治也是人跟人。然后呢，从前2年开始，那个地震已经来了，就是那个人际的重新布局。那自从川普当选了之后，托你的福，全世界都乱了。但是就像我说的，川普总统那个恬不知耻人家在挖苦他，他还以为你在赞美他。我在赞美，他是天选之子对不对？洋洋得意有没有？他是暗杀不死的老天留他来做破坏。老不死。你好好讲话，好好讲话。我旁边有保镖。OK， 政治尤其是未来7年，我觉得瞬息万变。你现在看到的会一直处于变动状态。对，所以尤其是他是双子嘛，未来7年那个天王星，你以为他不会做的，他会做。所以我们拭目以待。OK， 好，国师在讲话呢，这个大家自己要去领悟啊。就是很多具体的内容呢，你听他的话会细思极恐这样子。来，林夕老师，韩院长未来这个位置还保得住吗？好，这个卦叫水泽节，恭喜你，其实也是个好卦，也是个吉卦，所以是有机会的哦。对，水泽节卦呢，其实代表就是水，就是水资源。好，水泽节制，珍惜资源。保得住，一文马上就臭脸。这个水对我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是韩国瑜，得这个水如鱼得水。
这个是指现况，因为就像那个唐老师讲的，现在的讯息其实是万变的，可能等要决定要不要罢免你的时候，可能要再补一个过。目前还算安全。这个现在是当下是安全，当下是安全的。你有没有帮他的头发补一个卦？对，好，下次来找我帮你补好非常头发。所以水泽节这个卦呢，它也象征就是你的资源非常的丰沛。现在，但是因为有一个节，就代表要节制，你不能太泛滥嘛，对，然后要一步一步的，就是你要那个要设堤防，就是要设堤防，一步一步的防火墙，防火墙，对，然后就是不要一直。想要像以前这样笼络民意呀，就是不要有那种聚众的那个氛围，现在已经不适合用这种方式了。现在反而要一步一步低调，然后一步一步一节一节。所以要夜袭啊，夜袭。来再唱啦。夜色茫茫，星月无光。谢谢。我们播出的时候是还没投票啦。那怡文，不管你是什么立场，说说你的。预测结果，你说，但立法院会不会改变结构了？立法院会改变结构，但是我要跟这也是还是要祝福你啦，因为毕竟是院长，我有查了一个法条，他还是有主事权。他其实就很像我们的校长，还是有最后的主事权一样，他可以说这样子的会议流程。不合顺序，你还是挡得下来的。他可以去调节，就是一步一步、一节一节的。了解，对，那人家在教你啦，要记得。那林夕老师说力量要善用，对，不能乱用。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受教，谢谢。OK， 来，有料。第3条新闻来，我们来看这个刺激了。绯闻爆出，公司解约，然后脱口秀渣男遭抵制。我想最近那个贺龙事件，对这个标题出来，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贺龙跟 Albee 还有天才的事情真的是沸沸扬扬啦，但我们还是深表遗憾。那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呢？其实当时呢，天才他在应该说生日当天4月17号，然后被人家发生在租屋处的顶楼轻生过世啊。其实当时后来，其实大家有发现媒体上其实也是应该是说有。爆出来，他呢，贺龙有去参加这个天才的丧礼上也非常的伤心。就那时候他们的关系是耳语，对，就是应该是说当时就是这个事情就过了，但是后来为什么会突然间整个爆炸，然后呢沸沸扬扬？关键在于有一件事情，因为呢贺龙呢把天才当时轻生之前，然后呢给所有他的至亲好友的遗书，他是设为秘密的，然后呢希望看过的人看过就好，不要公开。但是贺龙呢，他截取了其中一段，那呢一段的那个段落，其实就是特别强调。他跟就是天才提到，他们当时4月6号是协议分手，而且是和平分手，没有第三者。然后贺龙还是我最爱的宝贝，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照顾他，对，要好好的对待他。但是这一个。他PO出来的这一篇文章出来之后炸锅了，他的好朋友妍霏看不下去啦。天才的好朋友觉得就是说你是为了要掩盖自己的错误，然后呢不惜然后来伤害天才。因为其实后来他就扯出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不到1周你就带着你的新欢，他并没有讲是谁，他是说先带着新欢到他们喜剧团的那个就是聚会哈，他就出现了，这是一件事情。第2件事情，他呢天才在生前曾经跟妍霏他的好朋友哭诉，他曾经去做过人工流产，那人工流产的过程非常的痛苦，因为男生呢只把他送到妇产科的门口，没有送他进去，让他自己下车。那为期1个礼拜，他的那个血啊是连成人纸尿布都包不住的，非常的痛。但是男生在那1周从来没有去看过他，然后甚至还外传一句话，我觉得是很伤人的一句话，嫌他太胖，说他太胖，他插不下去，做不下去。是这个以外，后来呢？被拍到，大家都知道，其实大阪是台湾人最多的地方。他们居然在就是 Albee 跟这个贺龙在这个就是事件发生后的2个月，同游日本大阪，而且还非常的亲密。
甚至有捧脸的这个动作。那被爆出来之后，等于是恋情外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嘛？对，那 Albee 你是不是第三者？那强调一件事情 ，Albee 是否认的。通常我们在 po 文在 IG 上面呢、当下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呢，等到事发之后回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意有所指。有一篇 Albee 的 po 文被人家呢，就是对挖出来之后呢，然后用有色的眼光来看，那是4月3号。那个照片呢，就是 Albee 跟贺龙的合照，拿了一个一样我这个板板，然后上面写着交往即天堂。可是4月3号 po 的，大家发现说这个日期点，4月6号天才说他跟贺龙2个达成所谓的和平分手，但是在3天前你 po 这一个贴文，事后看起来感觉啦，有一点在宣示，有一点在就让他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啊？但是有一个角度，人走了，但是比方我们到现在还在讨论他，其实对于所谓的逝者来讲，其实情何以堪？这些内容出来之后，对天蚕其实也是2度伤害，一个2度伤害，尤其对家属，对家属也是纷纷扰扰来之后，外人也很难去理解中间到底谁对谁错。但是呢，我们有英明智慧的川普总统，他应该我还以为你要问我，幸好你是问川普总统。他是一个有历练，他是通透人生的人。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天蚕今天那一次生日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知道他有多伤心跟难过，才去下这个决定。那已经伤心到，已经伤心到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用这个方式让你知道我很痛。你好正常哦。对呀，你现在是正常人。被人感动哎。不，因为突然讲起人话，太习惯了。好正义。他这个事情这样子下去，我应该这样讲。我们演艺圈也有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下场每一个都很惨。我们新闻一堆，大家都知道。你相信因果业报哈？不单单是因果业报，其实他这个是比较道德跟价值观、三观比较有极大的问题，才会产生这样的事情。那唐老师，你觉得贺龙后面还有机会吗？我觉得社死了。我们刚刚讲重新开始。牡羊、巨蟹、天秤、摩羯，那 Albee 巨蟹、贺龙、牡羊所以他一定要有一种重新再来的觉悟，可能一开始不会是像过去那样风光，那这个慢慢爬的过程可能要3年，漫长哎。对，那但是这也是一个重新开始嘛，比如说他换了一个领域去发展啊，比如说去当建筑师了或干嘛，或者是我一样要表演，但是我是去哪一国表演，街头艺人之类的。陈院长平时也有在关注影剧新闻，对我智囊团也是有跟我好好跟我说这件事情，对我也认同，也感觉就是无缝接轨。这个事情是我比较没办法接受。就跟你当年那个市长完了以后去选总统，无缝接轨。有些市民朋友也认为我那段时间这样的接轨的方式，他们没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就用选票把我请出去，罢免。这个我非常的尊重。对，你看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危机就是转机，现在还是成为一院之长。是，那这个被请出去呢？其实我有一个小老弟。他也有类似的相关的经验就是叫卡古他整完刑之后，他也被演艺圈请出去。你干嘛故意带出自己啊？那但是请出去呢，总是会有被请回来的时候。刚好最近这个小老弟他有些同仁因为没有当兵的关系，就请回来了，就刚好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只要遵守这世间让大家我们不要去违规作歹这个做不好的事情，总有一天你还是会被请回来。对嘛，我们要说好话，做好事。而且最近人心浮动跟气候也有关系大家也很关注说今年会不会是气候异常。来，我们请人力语人主播帮我们说明一下今年的天气。各位观众大家好。这几天呢，气温一直飙到38、39了，可以说是近几年一直都相当的高温了。那加上最近注意呢，其实太阳天太大或下雨天，我们要携带雨具。
太阳艳阳高照，我们要携带阳伞，可以防晒又可以遮雨啊，请各位特别注意啊！对，我觉得刚才那个我双鱼座的朋友啊，交代的特别好，我们都是鱼，对 ，OK， 双鱼，对。所以呢，讲到刚才呢，我希望呢，大家可以跟我一样，我在恋爱的路上始终如一啊，我的人生也加分啊，我政治生涯也加分，因为我老婆刚好就是加分，好不好？太幽默了，真的妙啊，好多谐音梗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好好的遵守、遵纪这个爱情，我们始终如一，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好，但这一切哦，在阴谋论者看法里面呢，又是不同视角的。当然对来没错小贝，对，那个其实这个事件呢，它的扩散会有限制，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一枪毙命的答案。一个是就是你怎么认定他是渣男，但是呢，如果他发布的时间点选对的话，这个会爆炸。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公司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与其等你爆炸，倒不如我先让它爆炸。所以它爆炸出来，现在这个威力其实是可控制的，对，给它发出来。对，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在酝酿。他跟 LB 的新的节目会再开杀伤力不强，但极有流量网红的世界这是网红在搞的，对。小飞刚刚讲的那个是小圈子的事，没有扩散，是，所以就是台湾民众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可能不会对他道德谴责。首先，喜剧圈并没那么大所以目前呢也仅止于在他们那个领域，对他们领域跟对那个领域有兴趣的部分观众，网络上，我真心觉得，我问一件事就好了。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扩散，然后很多节目在讨论，你们听过天蚕吗？没有。你们听过妍霏吗？没有。你看过他们相关的去上伯恩的一些访谈节目吗？没有嘛。所以其实小飞刚刚讲也对，就是他可能发酵的不会像说，比方玉林哥偷吃，玉林哥有第三者就爆炸性。你怎么现在就讲出来了？没有这么爆炸，可是问题是因为 LB 他毕竟是我们真的从小这样看，他毕竟是艺人，我觉得多多少少他受到的关注，其实 LB 他引出来的其实也有一点点威力。可是问题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贺龙啊，他比较不应该的是，他都让女生出来挡枪、挡雨，然后你看都是 LB 出来讲话，他。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讲一句话？对，没有嘛。所以其实也会觉得，是不是少了一点点肩膀的感觉？是不是？来，我们众说纷纭呢，还是看看卦象怎么表现好。林夕老师，好的，因为这个分别是针对2个人的问题嘛，所以没有办法共同去揣测他们未来怎么样，所以我就单独针对他们个人的事业卜了个卦那针对贺龙的话呢，我就卜了一个叫。乾为天，假样是上天的，至阳其实就像飞龙在天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卦，也是易经64卦之首，又是纯阳之卦，那这代表说，其实它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它就算面对再多的压力，其实它内在的那种企图心永远是在。但是那个乾为天，这个有飞龙在天的意思，它必须要经过3个阶段，3个阶段就是潜龙勿用，还有就是见龙在田。飞龙在天，讲好像都是降龙18掌的招式，对，就是要经营嘛。他要先存钱再经营。对，他现在必须，他有飞龙在天的那个助力。因为这个卦是乾为天，吉阳之卦，所以天求飞龙不会久天。对，但是要分3步骤。其实我觉得我刚这个卦象好像都被你们其实都讲了。刚唐老师有讲3年，其实他就是要分3个阶段。潜龙勿用的阶段。他现在在潜龙勿用，然后所以要见龙在天。对，然后再来就有飞龙在天。对，他必须要经过这3个过程。混前滩，亢龙有悔。如果他现在就想要一飞冲天。直接跳过前面2个步骤就很惨，就不行。贺龙没那么关心啊，那 LB 就也不错。LB 就其实这个卦很可怜，我觉得为什么每次可怜的总是女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卦其实这几个卦看起来对他比较不利。火则魁哈，魁有就是
众目睽睽，所以大家其实反而关注他、消遣他、消费他会比较多。台湾社会都这样，受害者都是女都生。比较厌女，就是他的负面的影响会比较大。总之，其实他应该要转换跑道。他其实如果是在一个主流的平台里面啊，是每次一段时间就会遇到问题，一段时间就会遇到问题卡关。他比较适合不主流的平台，刚讲的自媒体。不主的平台是他已蓬莱经仙山了可。是他已经转到 YouTube 上面去了耶。你如果这几年讲的近年来你要可是他的 YouTube 的当中的那个平台，又是 YouTube 的主流平台。对你反正你好难呢。没有他现在。没有啊，我们说他要重新开始，他要开始把自己独立出来。他现在一定要这样，他一定要这样，哇辛苦甚至于里面还有透视出他其实蛮适合走心灵类的这个部分。这个当心灵类老师，这个其实还也是一条路哦他有对他有在接触哦。有在接触，所以我又针对他们两个人的未来卜了一个卦。感情对 OK 吗？叫水火既济啊水火既济其实本来是一个合卦，是好的，既济其实是好的，其实是一种计划性的好卦，也就是说他们要在一起的这件事，其实是有一点计划性的在一起，有利益纠葛，有一些规划性的想要在一起的布局的局，可是因为水火既济，水跟火毕竟其实是不相容的，所以他们他们的合中其实是带着水火不容。还有各怀鬼胎，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比较考虑到的还是利益的考量，他们到底要不要把这段感情走下去？如果没有利就危险了，是因为是水跟火，而且他们会合开一个节目。这个卦，但受欢迎就会继续合，不受欢迎。还有这个卦哈，如果是小事就好。大事就不好。什么叫大事？如果本来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可是如果说他们一直去解释，他们把它拿来炒作，这就会变不好的卦。对，所以就取决于他们怎么来运用这个局。对对对，有点意思，而且后续还可以再观察。对呀，等于他们也在写历史啊，然后我们刚好这样也可以去观察后续的发展，是否如我们现场人所预测。各怀鬼胎啊！哎呦。他语重心长这样讲，他觉得有鬼，各怀鬼胎。也许女生在利用男生，他们是计划性的合，也许男生在利用女生。这个卦是计划性的合啦。计划性的有话题才有节目，因为他们之前就有合作节目啊，对，合作的蛮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在。所以阴谋论者小飞的看法是对的啊。所以我说我刚刚还没显示卦，好像你们都一个一个都把这个卦象讲完了。网红的世界没什么不可能啊！你如果说电视节目是当然，因为对艺人的要求比较严谨。你如果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面，越有争议，越有流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啦，他反而高兴。对。韩院长，你说是吗？对。还在放空，不要这样子，因为我怕他睡着。你前面那段是在想你要用哪一个声音，对不对？是韩国语还是卡古？我突然声音回过来。大家一会再跟我们下一条新闻，这条也蛮大条。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偶像陷入买春性交易的风波啦。对，这样简单来讲吼，这个男团他叫周鹤年，然后是 The Boys， 对，然后是2017年的，然后他自己也参加过 Produce 这样子的男团选秀出道。那说实在，长得帅，也蛮会唱歌跳舞的。那遇上这个明日花绮罗，她是谁呢？其实女生多她了10岁，那是很红的 AV 女优，身材也很好，因为她是我们的国民女神啊。他们很熟啦，很熟啦。对，韩院长在被罢免的低潮时间都靠明日花。对，我的低潮都是因为他在我的低潮，对，才让我偶尔有高潮。对，那段时间我跟韩院长常见面安慰他嘛，右手都长茧。我问韩院长，你不要买会不会心酸啊？我是不心酸，我倒是手酸。他那阵子都手都不敢拍手了。对，明日花绮罗。对，然后。但是呢，这件事情会被传出，就是说这男生呢突然被经纪公司给切割，说要让他退团，那就有爆出说原来他是因为有性交易啦。那但是这两方都是否认的，两方否认。那明日花绮罗就说他从以前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参与过性交易这件事情，但是呢，这照片确实有拍到两个人很亲密，有抱环抱啊，那也有小道消息指出，就是在那件事情就是碰面的当下，这个男生有传讯给他的兄弟炫耀，
有炫耀这件事情。炫耀什么事？是跟他发生关系，还是说花钱？有炫耀发生关系这件事情。但发生关系可能解释为是恋情啊，对，那花钱那恋情。对，所以他们后来就解释为说，是因为有共同的好友相聚，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局。那如果这样男欢女爱，好像也没有问题。对啊。那确实呢，那个韩国啊，对这个的不能容许，所以很多人就去上网去找要检举。那这个检方就是在前2天公布了无法起诉，原因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那这周贺年就有人说他有点像戴罪羔羊啦，因为他现在 The Boys 里面这个团体里面啊11个人有11个塌房的方式，就是你知道房塌了啦，因为这些崩解，对，因为这些男生啊，有那种找女粉丝见面的啦，有那种抽烟喝酒的啦，有滋事的，所以现在好像只是找一个周贺年出来推一下，切割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如果他跟明日花绮罗他们就是谈恋爱发生关系，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祝福啦。反而花钱问题就大了。11点热炒店。这个事情是这样，如果他跟明日花绮罗他们就是谈恋爱发生关系，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祝福啦。反而花钱问题就大了，那就表示你造忌。那为什么会被人家这样怀疑呢？因为很多 AV 女优她拍这个 AV 影片哦，那只是一种宣传而已，真正获利是来自于私下的花钱的交易。哇，所以很多人都说 AV 女优，云哥好清楚。你很懂，因为我请教过一剑玩春秋，这个是要内行人才听得懂的一个人物，对。那个他们拍这个影片啊，它只是一个名片媒介啊，或者是一种行销的一个作品。那很多人说，AV 女优她拍部片合台币2万3万，哎呦，怎么钱那么少？好，做事做活，他只是名片，因为他不是靠这个赚钱，他就是经过传播啊，然后富商或者是有钱人啊，来一次性交易50万、100万，对，还有开到200万的也有，所以他们真的赚的是这种钱，就跟我们主持人嘛，我们主持费哇，那个对不对？低到哈，真的。所以要去主持尾牙，要去代言啊，业配啊。云哥这样讲就谦虚了。没有啊，我会给你借钱啊，公告。就是这个意思哦，对不对？来，韩院长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其实既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只是说他们真的是花钱的这些交易，其实可能也就是小情小爱、牵牵小手大家也不要太见怪。那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说有一个女孩子。在你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可以让你牵牵小手，亲亲小嘴，陪你聊聊心事，亲亲小嘴，对可以稍微抱一下的用语，温暖一下互相寂寞的芳心，这也是一件加分的事情，也是一件加分跟好事嘛。对，我们男生心有余力。赞助他一点点的钱，这不也是绅士的表现吗？为善长乐，一个加分的行为，非常加分。我们不能负责，那我们就付钱。对，正如像我以前，我觉得男生女生那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我以前在读书，哇，我国2的时候，我前面刚好来了一个女生，我每天都看她的又白又漂亮的小腿，让我这2句话你出事了，你还重讲啊？他现在也没关系的，院长但是就是要豁出去人进来，好不好？高雄发大财，表示这些世间男女都是很正常的行为，只要没有犯罪，我认为我们要有更大的包容性，更像是我们在立法院看到一些立法委员整天讲罢免这些鬼话，我们也是要包容，对不对？正如这些女生，她可以给我们很多情绪价值，这才是最重要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都有，不管情绪价值或是情绪价值。其实他这个问题还有牵扯到日韩情节的问题啦。韩国人觉得说，我们韩国当家偶像，你别的不搞，你给我搞到日本 AV 去那当中还有这个民族的。我觉得也有男女的问题。你有想过明日花绮罗的心情吗？是啊，大家都忘了她，对不对？她虽然是 AV 女优，但是她还是在女优界算是爱马仕哎。是，名牌。对呀，搞什么？来，阴谋论的小飞，你觉得其中存在阴谋吗？他这个事件也是典型的杀伤力不强，但流量极大。然后你看哦，那个他这个爆出来的周刊叫周刊文春，它是收费型的，所以他在没有收入的时候，他只要创造一个话题，他就有很大的收入嘛。对，所以当他知道这个韩国明星要来日本的时候，他动了这个脑筋，想说
那我就找这个明日花绮罗去约定他相碰，然后让他拍几个照，然后周刊就会大卖了，他就下标题就可以了。那他一定可以赚到很大的流量跟钱。还有第二个钱是什么？他可以把那个消息卖给韩国，韩国的那个报社，所以他就约了这个明日花绮罗跟韩国的报社就谈嘛，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完了之后呢，因为他们语言不通嘛，他就跟那个明日花说 menu， 对他想说他们要点餐嘛，所以那个明日花就把他的价码的 menu 给了那个韩方，就韩方2个文件一对，他的卖春的价码跟消息跟他拍照，他们2个那个在夜店被拍的消息，他一对so this， 对，他就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性交易。你是掰的呀？没有，这真实发生，就有人告诉我的。真的，他感觉好像躲在他们的床下。都跟这个传对啊，川普总统，你身为美国总统，如果明日花绮罗跟你性交易50万，你愿意吗？美国的我都用不完，用到日本，哇塞，这太瞎说的也是，而且老婆很正。对啊，我已经第3任老婆了呢，你还想要怎么样？你没有想要打好跟日本的关系吗？我也70多岁了，应该也就这样了。来，世道很乱啊，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唯一有一件事不会变，那就是做好自己啊。对了，而且做人要正直善良，不要为了流量不择手段。这年头已经不是未来报了，这是现世报。是，很快都。OK， 谢谢来宾的分享啦，我们热炒战情室下期见啦 ，Thank you，See you。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